大家好，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如何准备 Session Host Golden Image。如果你对于学习 Azure 相关技术有兴趣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相信各位都有大量部署装有相同应用软体作业系统的经验。古时候我们使用的 Ghost， 或者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 True Image， 都是相当好用的工具。虽然微软自家有提供 WIM 映像档封装的方式，但实务上大家还是习惯先装一台范本机，再用 third party 的软体做映像档来部署。进入 VDI 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使用这种客制范本的方式来部署环境，是值得讨论的事情。毕竟在微软的 WVD 架构中，有许多无状态部署的新技术与方式，能够降低维护成本，也能让虚拟桌面环境的弹性更大。不过，要导入一个新架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最好还是先从已经熟悉的作业模式开始。这样的做法也许并不是最好，没有办法发挥新架构的优势，但是它的技术门槛比较低，能够快速入门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制作范本的方式来部署 Session Host。在 Azure 上制作映像档的流程是这样：首先要起一台虚拟机，并安装需要的软体，接着将它的磁碟 clone 一份出来保存，用来作为继续更新范本的用途，然后将 VM 做 System Prepare， 接着 Capture Image。clone 出来的磁碟可以用 Swap OS Disk 的方式挂到其他的 VM 中，而 Image 则可以直接建立新的 VM。 那就开始实作吧。首先我们来到 Azure Portal， 之前在 Site-to-Site VPN 的教学影片中，我们建立了一个 VM 用来测试连线。当时说这个 VM 在之后的影片要拿来做成范本，不过为了让现在这部影片看起来更完整，我已经先把它删除。现在就来新增一台 VM， 搜寻栏位填入 Windows 10， 可以看到有好几个项目。虽然我们要装的是 Multi-Session 的 Windows 10， 但是并不需要安装 Microsoft 365 Apps，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 Microsoft Windows 10。 进到这个画面后，我们可以从下拉选单中找到 Windows 10 Multi-Session 的版本。这个版本只有安装好作业系统而已，没有 Office。 如果你在 Azure 中的作业系统要使用 Office 的话，授权有另外的算法，那个不在这个影片的讨论范围。 VM 还是一样取名 Template 20H2， 地区选择日本东， VM Size 选择2个 CPU 4G RAM 的 Size。 本机管理员账号名称不能使用 Administrator， 这里我填入 WVD Admin 并输入一组密码。接下来因为我们已经建好 Site-to-Site VPN 了，所以这边选择不允许从 Internet 连入。最下面要闭着眼睛勾选，我确认有合法的授权来使用这个作业系统。不勾选的话 VM 是建不起来的。磁碟采用预设的进阶固态硬碟，网络选择已经建立好的 VNet， Public IP 也是选择 None， 因为我们已经建好 Site-to-Site VPN 了。NSG 选择已经建好的 Default OpenO， 剩下的设定都使用预设值。按下 Create 建立 VM。 VM 建好了以后，马上来登入。登入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先安装语言包。但这个语言包有很大的几率会卡住，永远装不起来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。所以我要先到我的部落格找一下离线安装的办法。打开 Edge 浏览器，将整个版面设定成最干净的状态。文章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。先到微软网站，把 Language Pack 和 Feature on Demand 的 ISO 档下载下来。通常我会安装3种语言：繁体中文、简体中文以及日文。这跟你们公司员工的国籍组成会有关系，请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。语言包装好了以后，就跑 Windows Update。
确认没有其他更新之后，就可以来安装软体。接下来我只挑选最基本常用的3个软体来安装作为示范。第一个是 7-Zip 压缩软体，再来是 LibreOffice， 最后一个是 Notepad Plus。除了这3个软体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软体 FSLogix， 这是用来将 User Profile 做成 Container 的工具。我们之后会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讲解。由于我们这个作业系统会作为 Session Host 提供多人使用，所以在各种软体安装之前，要先敲一个指令来改变状态。这个指令是 change user/install， 然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有关于这个指令的细节，你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。软体都安装完毕之后，先来设定一下 7-Zip 档案关联，然后输入指令 change user/execute， 结束安装模式。接着重开机，再次确认没有任何更新之后，就可以关机了。此时此刻，这个 VM 的 disk 处于一个等待 System Prepare 做成印象档的阶段。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On-Premise 的虚拟化技术，这个时候只要做个快照，等抓完印象档再把它还原，以后就可以继续用这个模板来更新，不用全部重新安装。但 Azure 上虽然有 Snapshot 的功能，但使用的步骤有点繁复，远不如我接下来要使用的方法来得简单快速。所以接下来先到我的部落格找一下复制磁碟的指令，文章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，把这篇文章的语法复制下来，将 Resource Group 的名称填入，再将来源 Disk 的名称也填入，接着为目的磁碟取个名字，然后使用 PowerShell 连接 Azure， 并将语法全部贴上。回到 Azure Portal， 确认 Disk 已经复制好，那目前这个 VM 就可以来做 System Prepare 了。这里我准备好了 System Prepare 的语法，在语法的最后加上了 /modvm。加了这个参数之后， System Prepare 就不会把装置驱动清除，省去第一次开机重新搜寻安装所有硬体装置的时间。System Prepare 结束之后，要把 VM Stop， 然后按下 Capture。 这里的选项不多，第一个选项是问你要不要做成 Share Image。Share Image 有许多额外的功能与方便之处，这个我们以后再专门录一集影片来跟大家讲解。先选择抓成一个受控印象档，新增一个资源群组来存放印象档，这样比较好管理。接着这个选项问你要不要在抓完印象档之后就把 VM 删除，因为我们有做过 System Prepare， 所以这个 VM 在 Azure 上就算开机开了起来也再也连不上了，所以就勾选让它自动删除。印象档的名称使用预设值，抓印象档的速度还算快，不用1分钟就好了。好了之后回到资源群组，把残留的 disk 与网卡都一并删除，这样就做好了印象档。我们到 WVD Golden Image 资源群组，点选刚刚建好的 image， 点选上方的 Create VM，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印象档来建立虚拟机。资源群组我选择 WVD Template， 电脑名称用 Template 20H2。 Image 已经帮我们选好了，你也可以按下方的 CO Images， 点选左边的 My Images， 挑选要使用的印象档。其他设定都与之前的设定相同。部署好了之后连上，可以看到之前所安装的应用软体。接着我把它 Stop， 到 Disk 的地方按上面的 Swap OS Disk， 选择还没有做过 System Prepare 的磁碟来交换，然后把刚刚经由印象档建立的磁碟删除。要这么做的原因是 Windows 有 System Prepare 的次数限制，超过限制次数之后就不能再做 System Prepare 了。
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下个影片我们要来讲 User Profile Disk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